嗨，这里是 D-Me Studio。当你接到一场演出之后，不是只有人到了吹口琴就可以。今天我要来告诉你，接到演出之后，你需要知道些什么事情。接到演出之后，你要知道时间、地点还有费用。那以学生的演出来说的话，比较常见的问题是遇到行程临时的更改，也就是说，假设原本你是安排在早上10点，它可能会变成早上11点或12点的这种问题。那如果你是学校的老师带队，学校的学生参加，那可能相对问题小一点，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同一间学校、同一个地点。那如果这个对象有牵涉到社团校队的指导老师的话，那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因为指导老师不会只有带一间学校，这个某一间学校可能只是他其中一间的指导学校，所以就会时间更改上就会影响到这个指导老师的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所以如果你今天接到一个表演，而且是学校接到的话，请你一定要确定时间跟地点。那再来谈到费用的问题，一般学生接到的表演场合，大部分的费用都不会太高，只有车马费，甚至只有便当钱。那这时候你应该要把这个想法稍微转换一下，转换在累积经验上。所以你要评估你自己的时间，评估学生的时间，评估学生的能力，看有没有办法负荷这些表演，然后只有拿到少许的钱。那当然，如果你转换一个想法，把这些表演都当作是一个经验的累积，那我相信是相当不错的。那如果是乐团的话，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可以输出的表演实力跟你自己的演出的品质还有内容，然后去斟酌调整一下你自己所着收的费用。那这些都是需要跟主办单位多次沟通，多次来回的确认。所以在时间、地点还有费用是在初期你需要知道的重要事项。以我自己的演出经历来说，我大学的时候有跟吉他社到过夜市演出。那夜市这个地方就是人来人往，所以你在选曲的时候，你就尽量可以选一些在时下比较流行、大家比较听过的。也就是说，大家一听到这个旋律就可以跟你哼唱，他就比较愿意留下来听。那我自己也有演过电子花车型的，就像喜庆的这种流水席，就是有一台卡车它会打开，然后上面有各种霓虹灯的这种演出场合。那这时候大家主轴就是在吃饭，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不会在看你台上做什么演出，大部分就会只是当作听音乐，然后有人动来动去。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就是做一个背景音乐的这个气氛的衬底这样。那我有演过像灯会的临时搭建舞台，那这时候其实也是人流就是非常大，然后走来走去，所以他们不太会驻足在一个地方，甚至专心听你演奏半个小时。所以这时候你在演奏上的曲目跟你的肢体上的动作，你就要尽量选一些比较吸睛，然后也是让大家比较能够听懂的曲目。如果你这时候演一个古典大作，那可能你的舞台前面就会很少人，就看起来很可怜这样。那如果你今天是在音乐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音乐相关的场合，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情绪张力比较大，然后你可能也需要一些铺陈，一些时间可以沉淀的曲目。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古典的大作，或者是需要精心聆听的这些作品放在这种场合演出。所以不同的场合都会适合不同的曲目，尽量不要混用。混用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演出的人跟观众都会比较没有临场感。第3点，你就要知道现场有什么设备，跟你自己需要带什么设备。那以学生团体的这个演出来说，通常是主办单位跟组长联系，组长在跟学生联系，学生在跟家长联系。那在这些沟通过程中，因为主办单位没办法直接联系到学生，那组长可能也对学生的组合不够熟悉，所以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发生。你今天要演5重奏，但是你到现场你只拿到3支麦克风，那你到底是要给主旋律
bass code， 还是要给3把半音阶，就是旋律部，还是你要给1、2部，然后1把 bass， 这时候都是一些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联系沟通上，就会需要详细的确认你的器材，甚至你的麦克风架，甚至假设你要看谱，你可能连谱架的数量你都要确认。那如果你比较精细的话，你可能可以告诉主办单位说你要几支手握的麦克风，甚至你 bass 要装 bass 的麦克风要 line in， 你都要详细的跟主办单位讲，这样在沟通上会比较有效率，也不会到现场之后发现有些问题，而且没办法解决。那学生团体通常会遇到的问题，除了这个设备上的问题，通常还会遇到就是音响公司的专业度的问题。有时候你到的场合并不是一个比较像是音响公司所做的场合，比较像是那种唱卡拉 OK 的场合。那时候这个来做场的这个卡拉 OK 的这个阿伯或者是这个公司，他其实对于乐器演奏并不是很熟，所以他就会把唱卡拉 OK 的麦克风交给你直接演出。这时候在演出上你就会有一些很不安心的感觉，因为卡拉 OK 在设定上跟一般的乐器演奏会有不同，所以这些都是你在确认器材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那如果以乐团来说，乐团在中后期你可能开始有稳定的演出，或者是你开始存了一些钱，你会有一些音响设备。那这些设备如果你可以自己带去的话，当然是很好。以我们天上星乐团来说，我们在台湾做这个专场的音乐会，县市政府的音乐会，我们就会从内场到外场，就是整套的音响系统我们都会自己架。也就是说我们乐团有整套的设备可以完整的办一场音乐会。那这些东西就是需要一些时间跟金钱所累积出来。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受到国外的演出，你不太可能会把你整套的音响设备都带去，所以通常我们到国外演出的时候，我们都只会带我们自己的麦克风线，然后还有前级，也就是混音器的部分。然后我们把这个讯号调整完之后，再把这些混过的讯号送给现场，就是国外的音响公司去做放大扩音给在场的观众听。所以每个时期跟每个场合你所需要的设备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可以在接到表演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去做这个沟通，然后知道你应该要带什么，跟你缺了什么，那这会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4个，接到表演后你需要知道就是彩排的时间。那如果要这场表演有好的品质，跟演员可以安心在台上演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彩排的时间你一定要抓得非常的足够，让这个音响公司有好的调整状况，让演出的人员可以在台上有熟悉的感觉。那以学生的角度来说，通常在接到表演的时候，这些场合都不是专场的音乐会，也就是它是活动中的一部分，你可能只上台吹1首或2首曲子。那当然这时候主办单位给你的彩排时间通常都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15分钟、20分钟，甚至就是顶多半个小时。那这时候如果你今天又是演一个大合奏的形式，其实对演出者来讲彩排时间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你台上可能会有5支、6支、7支的麦克风，你光把这些麦克风的声音调到好，平衡调到好，然后再让大家稍微吹一小段感受一下，其实可能时间就过了。也就是说在某些很紧急很短的时间状况下，你很难把音响调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样子，你只能调到一个听起来不要那么难听。所以这时候演出者的功力就非常重要，你在台上你要是时候去听这个音响给你的回馈的声音，去调整你的力道，去调整你的吹法。所以在学生团体来讲比较多会遇到这种问题，那这个也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如果你把这个彩排时间拉长的话，学生会有更多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舞台，然后音响公司也可以好好的帮学生，就是有拿麦克风的这些人去调整他的音色。专场音乐会会相对单纯许多，因为你演出的人所使用的设备都是乐团比较熟悉的这些东西。那
每一个人他会有一些习惯的吹法，所以你在调整上也会比较熟悉，比较容易上手，所以你时间就可以压缩的比较短一些。那如果你是一开始接触演出，我会建议你彩排时间抓4个小时左右，从你的音响架设到音响的调整，这样你在4个小时过后，你可以拥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跟比较舒适的聆听声音，这样才不会在你演出的时候，你一直会有心里不太安定的感觉。那如果你今天有包含你的拍摄团队，或者是你需要下午一个总彩排，那这个时间就会拉长很多。所以如果你专场的音乐会，你要包含器材架设，包含音响调整，包含总彩排，包含摄影团队进来帮你们拍一些摄影照或者是录影，那这些时间加起来可能会花到你1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你晚上可能7点的音乐会，你可能从早上的8、9点你就会开始需要进场做设定，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一整天的流程下来，当然你体力会有一些流失，不过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你心里是觉得安定，所以你演出品质也会比较稳。以我这几年在举办2轮国中艺才班毕业音乐会的经验来说，如果我下午3点、3点半要举办音乐会，那我通常早上7、8点就会进场架设音响。那在9点半、10点的时候会让学生进来彩排，每一组都会上台演出，然后我会用数位的音控台把大家的声音记下来，也就是说这会方便等一下下午的总彩排跟晚上的音乐会，我不用去快速的手动转每一个参数，因为这个数位的音控台已经帮我记录下来。所以9点半、10点开始的这个彩排时间，同时学生的场务组也要上台去跑他们的流程，也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要递麦克风给演出人员，要递编号几号，这些演出人员需不需要麦克风架，要不要谱架，这些都是在试音流程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会一路走到12点左右。中午休息的时候，我通常也会要求学生着装，就是穿下午音乐会会穿到的衣服，也就是我们正装彩排。那在1点或1点半的时候会开始进行总彩排，好，衣服穿好，然后流程就按照音乐会的顺序去走。这时候学生可以不用把整首曲子吹完，你只需要吹一个段落就好。那主要是在检视这个场务组他们在台上做流程转换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例如麦克风的编号递错啊，或者是你在拿麦克风的时候可能会有线打结的问题。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检视场务组会不会出包。那学生组合在 run 完整场的这个总彩排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样子。那如果你有摄影的时候，这时候总彩排也是摄影团队非常好发挥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学生是着正装，所以在拍摄上都会跟音乐会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总彩排有请摄影，那你音乐会的时候摄影就会相对的轻松很多，那也可以多捕捉一些观众的画面。开始正式演出之后，学生的品质也会比较稳定，因为早上做了很长时间的彩排，你的场务组也做了很多次的练习，所以你在演出的时候就相对比较不容易出错，而且不容易出错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带给演出者很大一个心安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早上有经过这么多的排练之后，你的学生演出品质也会相对的提升不少。接到一场演出，从开始的规划到演出结束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跟需要被注意的事情，所以累积演出对你的成长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上就是今天所分享的接到演出之后你需要知道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对其他口琴相关的主题有兴趣，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是大明，下次见，拜拜。